全球摩克斯线上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云岭科技大学夏志昌老师。我们今天要上课的内容是智慧照明系统及高功率 LED 驱动，欢迎各位来线上学习。我们的上课内容基本上分成几部分，第一个是智慧照明系统的介绍，以及智慧照明的设计。那接着我们会介绍整个 LED 的照明系统以及电力转换系统，包括另外还会设计一些 LED 的调光技术跟 LED AC to DC 的转换技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智慧照明。那基本上这个智慧照明必须能够利用数位去控制它，还能够达到这个节能的目的。那这个智慧照明必须要结合一些sensor，包括移动侦测、日光侦测sensor，还有人体感测sensor，能够去做这个智慧的调控。那另外产生出来的光线必须是人类所需要的，也就是让人觉得这个光线是很舒服的。那这个图是近几年智慧照明它的成长趋势。那整个市场呢，大概每年是20%在成长。那智慧照明在不同场合的应用，基本上在室内以及路灯这一块，它是不断的在成长。我们电光源一般分成高压跟低压，高压的大概是大于100伏特，像高压钠灯管、水银灯就属于高压的这种电光源。低压的像 LED 或者是小灯泡，像手电筒用的小灯泡也是属于低压的。那一般低压是低于100伏特的，我们就是属于低压。那低压的一般比较没有危险性，那高压的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它工作的危险性。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光源的种类有哪些？第一个是热辐射的光源，也就是这种光源是靠热产生一种光。那现在的白炽灯或者卤素灯都是属于热光源。那热光源基本上它灯泡非常热，也就是说它是靠热去产生光。另外第二个是所谓的气体放射的这个发光。那这种光呢，它是靠气体的去产生这个光，所以它必须要整个灯管是封闭的。然后像现在的荧光灯、节能灯，都是属于气体放射的这个灯具。那第三个是固体的发光，像现在的 LED， 它就属于固态发光。这种固态发光的元件，基本上它是有极性的，也就是正负极性。照明系统目前大概分成2大系统，一个是直接 AC 驱动的系统，那像这个日光灯、水银灯都是属于这个 AC 直接驱动的系统。那另外一个是直流驱动的系统，像 LED， 因为 LED 它基本上是半导体元件去做的，所以呢，它只能够用直流去驱动。发光二极体它主要的优点就是它重量比较轻，然后寿命比较长，反应时间很快。另外，它里面不需要汞，一般的灯具需要这个汞，那这个二极体是不需用，所以它对整个环境的影响是比较小。评估一个灯具的好不好，大概可以有3点去做评估。第一个是你灯具本身的价格有多少，那另外是这个灯具它消耗的功率有多少，那最后一个是这个灯具需要maintain，也就是维护的费用有多少。那这样整个加起来就是这个灯具它全部的费用，那这个费用当然就是越低越好，也就是它会越节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，这个图最上面是它节能的能力，左边是它花费的能力，然后下面是它衍射性的能力，右边是它的寿命。基本上这个每一个都是0到5分，如果这个分数综合的分数越高，就是代表这个灯具它是越好。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衍射性。那衍射性基本上它是有一个参考光源跟待测光源去做比较，然后透过一个 DIM 6169的这个规范去评估你这个灯具它这个衍射性的程度是怎么样。所以一般有一个 CRI 的 index 去量测你这个灯具的这个衍射性。那这张图是 CRI 不同光源它衍射性的值，左图这个是CIR 60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影像，因为它 CIR 的衍射性比较差，所以它相对
的颜色就会相对的比较弱。这个中间呢，这个 CRI 到80所呈现出来的这种颜色就会比较鲜艳。CRI 90的时候呢，它可以几乎完全呈现它原来的颜色。CRI 越好，就代表它呈现出来的颜色是越漂亮越鲜艳。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发光效率。那发光效率是代表说我们这个光呢，这个电转成光，它出来的效率有多少？一般它的单位就是每瓦之下你产生多少流明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消耗功率的问题。那因为每一盏灯具它都会消耗功率，那这个功率就是代表说你这个灯具它吃了多少电。一般这种电力单位都是用瓦特去做评估，然后呢，可以用这个 power meter 啊，就是用功率表去量测说我现在这个灯具它吃了多少电力。那这个流明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个灯它发出来这个亮度有多大。那基本上它是把所有这个光的方向都把它积分起来，把它累积起来，得到的一个参数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亮度的参数。那这个亮度的参数一般我们是单位用流明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左下图这个有一个积分球，这个积分球就是要把所有这个光的亮度把它收集起来，然后得到一个参数，就代表你现在这个灯具所发射出来这个亮度有多少。所以当你这个发光效率如果越高的时候，代表说你这个效率越好。也就是说，假设说我这个灯具有2盏灯具，当它发射出来的这个光是一样，但是如果它消耗的能量越少，那代表说这个灯具呢，它的消耗的电力越少，它的效率就会越高。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色温。那色温就是这个光的颜色的变化程度。那一般色温比较低呢的时候，它会偏红，然后接着呢，它会比较高一点的变黄。5500K 的时候呢，它是到接近白色，然后最后会到10000以后会变成蓝色，所以蓝色的色温是最高的。那这个色温它基本上会不同人会需要不同的色温，所以我们在比较好的灯具下面，它是可以去做这种色温的调变。这个图在比较说目前这个 LED 灯、日光灯跟水银灯，它在功率消耗、色温在衍射性上面的一些情况。那目前 LED 的效率是非常高，它大概是日光灯的2倍，那可能是水银灯的3倍左右。然后这个色温呢 ，LED 的色温的范围比较广，然后衍射性，因为 LED 它是一个可以做出不同颜色，所以它的衍射性基本上也是比较高。我们最后来看一段智慧照明系统的影片。那这个是经济部所拍摄的一段影片，介绍我们台湾智慧照明系统的发展。那看完这段影片以后，你对这个智慧照明会有相当的认识。那最后我做一下总结，我们今天大概做一下课程介绍，然后把一些光源做介绍，然后再介绍一些光的一些量测的一些参数。那我们今天上课到此为止，谢谢各位。